七弟，我下个月就要和五哥一起开府了，这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和六哥说。啊，那个，多谢六哥。谢谢。我懂。哎，怎么吐了？快去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五哥，李谦，站住了！李谦，怎么了，五哥？李谦，五哥，李谦，五哥，站住了！李谦，叫太医。怎么了，五哥？李谦，李谦。太医，怎么样？脉象不稳，看样子怕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会中毒？刚才熬的，怎么就中毒了呢？对啊，五少主今日可有吃什么特殊的东西？特殊的？哦，今天晚上我一直跟他坐在一起，是不是因为我为了他？太医呀，你不知道，今日老廖开府，我一时兴起，就多饮了几杯，应该不是中毒。你帮我开一张解酒的方子就行了啊！太医，进一步说吧。哎，今日我们同饮同食，为何只有五哥中毒？此事确实蹊跷，容下官再斟酌斟酌。是因为我给你盛了太多甲鱼汤了？你傻呀？是不是你都不能往自己身上揽？要是我真的死了，你就算是单传的君主，也没有办法安然脱身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那听我的，听我的，不要让太医知道。你放心吧，你且当不了寡妇呢。说的什么话呀？放心啊。哎呀，这也没喝多少酒啊，怎么这是什么？吃错东西了吧？吴少主怎么样了？人没事，但是不知道出什么问题。也许是吃的出了问题，但我们吃的不都是这桌子上的菜吗？是啊，你看你今天菜单子给我。啊，菜单子。我什么事都没有啊。这单子没什么问题啊。这是苋菜，这单子上说的是油麦菜啊。我本来是油麦菜，但临时没有了，就换成了苋菜。苋菜，单子上本来是油麦菜，可临时没了，夫人说呀，可以改成苋菜。这是得到夫人准允的嘞。苏总管，你去确认一下，吴少主是不是吃了苋菜，又喝了甲鱼汤？好，就这俩是吧？好。大家喝了甲鱼汤的，千万不要吃苋菜，这两者不可同时。吴少主是喝了不少甲鱼汤。确认了，五哥确实吃了甲鱼还有苋菜。甲鱼与苋菜同属寒性，不能同时。加上吴少主肯定喝了很多酒，所以会中毒。这解毒之法就是给他灌下大量的空心菜汁。好，我帮你。少主，曹夫人，帮忙把这些捣碎。哦。小心手。怎么样？感觉好像好点了，没那么难受了啊。是有用的啊。苏总管，对，这空心菜汁还有余下的，如果在场还有宾客同时吃了苋菜和甲鱼汤，你让他们饮下去。好，我这就安排去。哎，
吴少主有大，今日这事还请刘少主放心，下官明白。下官告辞。我送你。李薇，谢谢你，这次是我疏忽了，还好有你救急。开府医院本来就辛苦，有疏忽是难免的，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要太自责。哦，对了，以空心菜汁解毒，这么偏门的方法，你怎么知道？李沧小时候贪嘴，在家里吃了咸菜，又去邻居家蹭甲鱼汤，中了毒，爹爹就用这个法子救的他。原来如此，元英，以后有事情不要一个人担着了，我也可以帮你分担一些。虽然我能力不佳，但是有机会锻炼，才能有成长嘛。怎么样？还不舒服吗？肯定啊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不是，我都病成这样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哎，不是，我就是想去厨房给你要个热水。你不是不舒服吗？得喝热水啊。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怎么突然之间对我这么好？我去给你要杯热水，这就算对你好了。谁让你以前对我那么粗暴，我都习惯你以前那个样子了。哎，我也是，可能我是有点受虐倾向。你不知道，就我小时候啊，二哥和四哥就老欺负我，然后父亲呢就还维护着他们。那父亲一见我，他就是一骂二打三让滚的，时间长，我自己都习惯了。这太不公平了，你不能习惯被这种对待啊！啊，现在没事儿，现在他们都不欺负我不打我了，这不是那个换成你了吗？是吧？哎。今天谢谢你为我着想。哎呀，以后我就尽量对你好点吧。那我真是谢天谢地了，咱们说话的算数啊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啊！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哎。心里不好受吧？二少主针对你，不让大家来参加开府宴，你心里肯定不痛快。没关系，我帮你一起骂他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习惯了。这种事情怎么能习惯呢？不开心的事情在心里憋久了，是会生病的。你要是不相信别人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守口如瓶。好。合一天你吃了，还没喝过呢。这是米酒。你胃不好，不能喝。我胃已经好了。那也不能喝。胃好了也不能喝。对。我酒量不佳，也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，为什么不让我喝？你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你怎么好意思说这话的？我们在丹川的时候，你喝多了，我们俩在房间，你自己都做了什么？你凭什么能不记得？丹川，
当时你整个人都呆呆的，我好心帮你擦脸，然后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你看吧，你就不能喝酒，你以后都不能再喝了。没什么事，我走。等等，你是不希望我喝酒，还是不希望我和别人喝酒？按一个开府宴的账，你就算错3项，这日后可怎么办？还是得仔细一些。主上口谕：六少主对上不敬，李氏有亏，上吃令少主毕府思过。自今日始，全员上下禁足府内。刘少主，委屈您了。梁总管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毕府呢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抱歉。吃点东西好不好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，人难过的时候呢，就是不想吃东西。以为这样让身体难受了，心里就能舒坦些。但我见着你饿，我也吃不下饭。看见你不高兴，我也不开心。我不想看着你一个人，我就在你身边待会儿，可以吗？元一先生跟我说了，主上这么做是舍弃你，平息大家的怨气。这件事情你没有错，所以不用自责。但如果心里实在难受，你哭吧，我看不见。我以为只要我做对的、有用的事，
父亲就能支持我一次，多看我一眼。但到头来还是我自己想多了。不过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结局。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寻常家的孩子若是受了委屈，父母一定上门讨回公道。可到了你这儿，废墟却都是父母给的。你不要习惯这些。一个人若想成事，肯定有很多人上赶着打压你。你不要习惯受委屈，我不想看见你受委屈。谢谢。这儿东西，就让刘宝全蒸了新的饼糕。好吃吗？嗯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个银骨炭有点少啊。是呀，上个月的银骨炭是足量的，从进了2月就减了许多。哎呀，冬天是过了，但是最近有些倒春寒了呀，也不知道这个天什么时候能够暖和过来。苏主管，这些怕是不够用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在库房看到还有很多赶风铃，这样大家也就不用惧怕风寒了。而且之前我买了许多姜，到时候给他多煮些姜汤，驱寒就好了。什么？也是。我去禀报夫人。你这种的是什么呀？小白菜。保全弄的菜籽。不是的，这家里每日都有倒椰香和倒垃圾的车出去，所以托他们偷运些菜籽进来并不难。夜香。喂，别人是好心才会冒着风险帮我忙的。我也没说别的。你说了。福德毕了，还有心思玩呢？速来书房议事。开府之后，府内用度都是由少主名下庄子每日送一部分，再到街上买一部分。现在闭门思过，只能等内务厅调配份里。眼下这种情况，想必你们也都看到了。所以我们自己种菜。其实菜的问题，你的菜长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刚问过厨房了，幸好年前还腌了咸菜。对，小人之前特地留了萝卜和雪里红，应该够全府上下半个月的粮。但我觉得光吃食物还好说，眼下最棘手的是天气还没回暖，炭却不够用了。我已经想好了。所以少主、李卫，除了这段时间要管理好府中事务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想出个方案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郡主，借一步说话。这什么家？
过来。好了好了，拿回来。哎呀！主上敕令，赐5少主尹齐、7少主尹严各开新府，入朝理事，望日后忠孝勤勉，兄友弟恭，为人表率。谢主上恩赏。哎呀，真好啊！老六还说我开不了府，我这不开了吗？嘿嘿嘿，回去让他见识见识。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真好看啊！还，哎，你马车没来啊？这样，你坐我的吧，我送你。不用麻烦了，五哥，我走回去就行。腿脚不便，你这走回去，你天都黑了。不至于，什么不至于？走吧，你跟我客气。走走走，哎，来，出发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一转眼，咱们2个都开府。老七，你那个开府宴准备不准备办？没想好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咱俩一定得小心点。你说父亲这时候让咱们开府，不就是为了维持平衡吗？你说咱们2个要是不好好干，肯定像老六一样也给逼服了。五哥，我今天起太早了，想眯一会儿。那你睡吧，那你睡呀啊，没事，到了我叫你啊。谢谢五哥。哎，老七，七弟妹平时和你吵架吗？我们不吵。好。哎呀，这样继续睡啊！不说。不睡了。不睡了啊？不睡了，咱俩聊会儿。我一看七弟妹啊，就是一个特别稳定的人，肯定平时也不打你吧？为老五和老七开府，你心里不痛快了吧？妾不敢。坐吧，有什么话就说。之前老六勤勉立功，提前开府上朝，尚可说得过去。但老五老七无甚建树，何至于就要提前开府呢？老二作为嫡长主，也是学业有成，到了年龄，主上才赐他府地。你以为孤厚此薄彼？主上一向疼爱老五的母亲纯夫人，众所周知。老七幼时就跛足，主上自然对他怜爱一些。老六闭门思过，可终究是要出来的。他是个堪大用之人，也会是咱们松儿的臂膀。可是他风头太盛，不是什么好事。凡事不过如此，不患寡，而患不均。少主，借你才指刀一用。那啥的，咱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喊我少主啊？怪生分的。那真哥哥，要不还是喊名字吧，名字好。你这信是？好家姐姐写给我的，多谢。不客气。可咱们已经闭府了，这信是怎么进来的？还是跟往常一样啊，
通过倒垃圾的人送进来的。哦。郝家姐姐说，二少主害咱们闭了府，她很抱歉。上次她来了咱们家的开府宴，回去之后被罚跪了整整1夜，最近的日子才好过了些。所以你是特意来拆信的？郝家姐姐与我交好，虽说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但她也是二少主府上的人，咱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应该跟你知会一声。你能与我分享这些，我很开心。那我先走啦，不要太辛苦哦，尹正。郡主最近都有些咳嗽了，喝点汤药吧。郡主，这是侧夫人给的汤婆子和暖手炉，让您小心照料。郡主，这夜都深了，您还是歇会儿吧。闭府以来，虽会有分工，但少主跟李薇毕竟没经历过大事，我这里得更稳妥些，得将府中各内安排起得再细些，否则人心就乱了。再让郡主点盏灯，我去下份饺子。不用了，现在内务厅都觉得少主失宠，送东西缺斤少两，我得以身作则。不能再浪费任何东西。可是郡主，上官静，干嘛？你等会儿。哎，少主，不是，你兵器少带2件能死吗？我想知道。五少主那破石头也没有少带啊，凭什么让我扔下我的兵器？我那怎么是破石头？我是价值千金的玉石，比你这玩意儿它值钱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废什么话！你不就嫌我那兵器沉吗？扛不了就别扛，逞什么强？我说我扛，我就得扛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点算什么呀？哎呦，不行！哎呀，不行！有！哎呀，少主，没事吧，少主？干什么不行？哎呀，哎呀，太惨了我呀！哎呀，没人给我上药啊！哎呀，疼啊！哎呀，掉了！哎呀，不行，弯不下腰，捡不到。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呵，值了吗？这床还是刑具呀！啊！你要有这个闲工夫啊，你就去准备那个开府宴，宾客跟菜单都还没定呢。哎呀，呵，哎，不对呀，别人家都是女主人操持这些啊。你少给我拿男女来说事儿，你总该要定一下来的亲戚吧？什么？我不求你贤良淑德啊，我就求你有时候能稍微配合我一小些。那你怎么不能将就我一下呢？行，不开就不开，爱办不办吧，不办谁也不用迁就。好呀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朋友啊，就6少主那么一个，还被关起来了，不办拉倒，走。这不办就不办。要不找个借口不办了？可是有什么理由呢？我想想啊，要不我们给大家送扇盒吧，1家1盒，就不用宴会应酬了。虽然闭府了，但还准我们吃7少主送来的开府扇盒，太感人
都是姐妹，是吧？哎，侧夫人先请吧，我们一起吃啊！啊，真的。哎，你们看，现在都可以哈气了。啊！去！我们来比比谁哈的气更大吧。春天必复苏。哈哈！侧夫人，我赢了！你这什么赢了？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哈，我们也哈哈哈哈！我这个气儿，哈哈哈哈！我这不赢的，哈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是，我这过的都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。这我倒知道，都2月18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再这么浪费光阴下去，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你们这是3缺1，就等你了。我这还有工人要看，快打量吧，要不了多长时间。请上工人给我帮您收好。筹码在这儿呢，一样多，很公平。好吧。应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活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作弊啦？跟他打牌很难赢的，他会算牌。真假的？我不信，再来。活了。再来。活了。哟。活了。活了。活。活了。活了。活。活。活了。活。活了。糊了啊！这什么牌啊？我没见过，不算，绝对作弊，绝对作弊了。哎呀，神机妙算啊！神机妙算，神机妙算。不玩。这孩子真是。啊，那我一可儿没人玩了，不玩了。哎呀，继续，继续，别这少主，要不这样，这个咱们是不是越打越冷啊？咱们要不外边活动活动？赞同。也行。以此线为界啊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每人3个啊，套中了就是您的了。来，哎，我要那个红色的镯子，那镯子是我的，你跟他没有缘分，那一会儿就是我的了，看能套中不？嘿，没有套中，套不中。我还有。这我试试。哎呀，这确实有难度。对。我还有一个，套不住。恭喜侧夫人套中翡翠镯子1个。没事，你再套嘛，孙姑娘。换点有难度的吧。我想要那个花瓶。那个是啥？靠点。走。哎，那就差一点。你说哎呀，就差一点。要不然让我试试啊？试。哎，刘大叔，套中了就是您的。哎啊，我先试一个。哎。侥幸。那你掏那个冷水壶。真的假？运气。那是那个盆栽。我的都给你了。继续，你套远点的那个。
老陈，哎，你是来进货的吧？你呀，入错行了。上车去。要不我们再找一些东西来套？好啊。这好像能套的都在这儿了。哎，我想到一个地方，元英郡主的房间我们没去过吧？哎，元英郡主那儿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壁画，他完了，那天我看着放那儿。元英，我背后怎么有点凉凉的呀？玩得很开心嘛。我让你摘了吗？府都闭成这样了，你俩还在这玩？我看你们心不光是大，是大的，能装下整个九川了。郡主，这闭府期间大家都很紧张，偶尔放松一下也并非坏事嘛。少主要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像什么样子了？还有你，没个正形。已经15日了，按最不乐观的计划，也该有眉目了。可现在呢？我们可以罢了。按我原本所想，下个月我都能回金川，可如今，我原本想信任少主，但眼下少主的一举一动，都实在令人担忧。我不能再放任不管了。是我导致了闭府，是我对不起郡主，但请相信，过不了几日，我们的计划很快就会奏效。妍妍，你就不要说，你别给我来这套。如今嫡长主与三少主同管方事，三少主屡次报城，夜间执勤人手不足。既如此，就让2个新上朝的弟弟跟着你历练一番吧。是。老三，二哥，这老五和老六亲厚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现如今故意把他安插进来，你打的什么算盘？哎呦，二哥你多虑了，多虑了呀！就是这夜市确实挣钱，弟弟我靠夜间出摊赚了不少。二哥您不是一向不愿意管夜市吗？可自从你把老六教训了以后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实在管不过来，我的确是缺人呐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过是见利眼开。二哥懂我，只要户政司的原本的人不要再动了，就随你。谢二哥体恤。三少主啊，所以三少主管辖夜市，是你们在背后不患寡而患不均。父亲牺牲我是为了平息嫡长主和朝内元老的怨气，但对于父亲而言，我呢，还是一枚有用的棋子。可若是想再多用我，就要让外人觉得这不是偏袒，而是一视同仁。我听懂了，不就是等五少主上朝，好让他帮忙嘛？啊！嫡长主和户政司那些元老对夜市毫无兴趣，更不知如何管辖。但对于父亲而言，开放夜市是极其必要的。我那个兄长只会收拾我，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。少主那份计划我看过了，看着倒比金川的侠礼手段还要完善些。那郡主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带回去，就当做是我的谢师礼了。倒也不必，我会为金川量身打造更合适的举措。苏总管，是时候将少主的计划交给三少主了。哎，等，但我们不是封府了吗？
信怎么送出去呢？李卫想的法子，交给倒废料的师傅，让他带出去。你自己去吧。拉上5个，也算是给他谋了个差事。咱们呢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。你等等，什么是下一步计划？寻找能熬夜执勤的青年兵丁。这有什么用？这开放夜市之所以那些老臣不满，就是因为太累了。这夜市可以开放到亥时以后，他们这些人就不得不熬夜赶工了。所以啊，要招募熬鹰战士来管理夜市。这份工种对于体力要求极高，所以不必局限于科考人才。这样一来，底层人士就有了机会。但我觉得应该培训一下，不然素养参差不齐，怕惹祸生事。此外，还需增加薪资补贴，采取轮休制。休沐期间，让执勤者跟请来的先生念书，提升素养。我们商议过了，等夜市稳定之后，让女子也尝试经商。女子擅长的手工艺品、美食小吃，很适合在夜市售卖。这个，你们倒没同我说过。我们也只是想想，毕竟是在新传，女子抛头露面总归是不太好的，执行起来也有点困难。但我认为可以一试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我也。女子经商，听上去就很了不起。你女工这么好，只要你愿意，自己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。我怕外头人不仔细，以后夜市的流水账册，还请少主让我再核上一遍。有劳郡主了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他吃了吗？没有吧？那还是活人吗？他不累。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是不是应该加一道防伪的印记啊？我竟没想到，还好你细心呀。少主的用度都是内务厅采买之后直接送到府上的，荷包大多数时间也都是苏总管在保管，所以不知道很正常。收掉。哎，少主，少主，哎呀，侧夫人，少主，宫里来人了，宣您婚定问安呐。哎呀，你兄长的棋艺都是姑教的，可是偏偏到了老五那儿啊，怎么教也下不会。没想到你的棋艺已经这么纯熟，算准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输给姑，才不着痕迹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高人教你的。儿子都是看书自学而来，没有人教。哦，老三和老五管理坊市的那些举措，背后也有你的手笔吧？若是父亲想让儿子为逾矩道歉，儿子定会俯首；但如果川主想让儿臣为僭越请罪的话，恕儿臣不能为。说说看。新川虽为九川之首，最为强盛，但许多观念却固步自封，传统守旧，不如金丹而传。幸好父亲清明同意了方式改制，才得以让农工商并行，新川经济大有发展。可就是这样的举措，还是有很多人出来阻挠，所以儿臣心中有方缺，不敢直言。但说无妨。虽然夜市推行大获成功，但只是打破了时间上的限制。如果想更进一步的话，就要打破区域上的限制，不再局限于东方西式的传统概念。
要在百姓的群居之处设立商铺。另外，如今的金铜钱携带累赘，恐成负担，或可推行新币。父亲，您看，这是新币的图样。你不打算再交出铜钱？其实线下坊间已有商贩用纸器代币交易往来，而且史书亦有记载，前朝曾有变法者用加盖官印的纸器代币，只不过疏于管理，未能沿用至今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们完善制式，加强管理，推行新币，未尝不可。你想得甚远，胆子很大呀。儿臣逾越，但如果一味守旧，明知可以改变却作弊上官，这才不是良臣所为。请父亲责罚。那就罚你推孤仔手弹一局。嗯。曹夫人，曹夫人，怎么了？曹夫人，您救救夫人吧！她看着账本呢，忽然就昏倒了。我们想出府请郎中，被拦下来了。旨意还没到，断不能放你们出去。六少夫人可是金川郡主，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们有几个脑袋能拍？万一你们是胡扯，责任就在我们身上了。别闹了，难道还抬出来给你们看吗？不然，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走过来！荣之姑娘，你是有什么办法让火着那么大的？你在说什么？不是我。金川主旨意在此，禁足令已撤，开府。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，夫人醒了。感觉好点吗？曹夫人，请借步说话。六少主夫人身体底子薄，从前就积劳成疾，如今风邪侵体，致旧疾复发。下官给开了几副金钱利胆汤，但切忌劳累，须得好生将养，否则长此以往，恐有碍寿元。有劳太医。郡主身体都这样了，怎么还想着藏账本呀？今日是今日毕，郡主，郡主，你让我起来。郡主，太医都说了，你再这样劳累下去的话，连寿元都会有损。你这样拼了命到底图什么呀？我跟葡萄虽是从内务厅过来的，但是早就把您当成了真正的主子。我从前受教就知道要对主子说吉祥话，可是如今怎么也没有想到要对您说的话会变成盼您长寿。你不能再这么消耗自己了。是啊，郡主顾着点身体吧，你还这么年轻呢。我从没人说过，可恨我这身子骨太不争气了。郡主，你歇会儿吧。
没让你认输，让你劳逸结合而已。泽夫人，你快劝劝郡主吧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们要喝吗？这看账我已经学得七七八八了，想着能上手帮帮你。你呀，就好好休息，放自己几天假。你休息之后就会发现，这天不会塌，反而自己肝胆双全了。天下责人心共10斗，您呀就占8斗了，就分给我一些吧。休息。你怎么不让我回房里睡啊？郡主心疼您，说让您多睡会儿。你起来了，昨夜休息的可好？对不住啊，郡主，昨夜都把你赶到客房睡了。你熬夜看了那么多账本，理应多休息的。那些账本我都看过了，问题没有什么。你确实进步很大。你怎么又看账本了呀？不是说好了要好好休息吗？你说的对，要劳逸结合。我躺够了，也得起来劳作一会儿，否则骨头都懒了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一个修仙的真人，根本就不要休息。你现在呢，也不是在打8段锦，是在吸取天地灵气。为了尽快康复，我制定了一套锻炼计划：早睡早起，每日早8段锦，晚5勤戏，3餐定时定量。以后全府人也得一起遵守。我们理解的劳逸结合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既然账本都已经看完了，那不如今日就好好的休息一天。可是，根据我今日的安排，春天都来了，天气这么好，你相信我，好好的休息一日会恢复得更快。走。我从未见过有人放风筝还这么一板一眼。不应该吗？应该啊，只是如果不那么紧绷，再放松一点会更好。没有啊，我现在就是很努力的在放松。玩不了了，就让它随风飞走吧。其实，你也能像这风筝一样，活得更自在些。
你那么努力，想必金川主和金川夫人肯定对你很严苛吧？但有时候，或许不用那么努力做到完美，放轻松一些，可以快乐一点。坦白讲，第一次有人在意我快不快乐，而不是做得好不好。或许你的父母也这么想呢，只是父母之爱子，则为知其深远。他们或许想你是全是美的，有能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的，恰恰是我至亲之人认为我不该追逐的。但我们元英郡主怎么会认输呢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们元英郡主都是最棒的。所以你尽管去追寻自己想要的，他们日后便会明白的。世界多广，好景还长，冷暖风霜，有你在身旁。那么你呢？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惊喜中，爱在生长，夏风间隙，烈日灼，直到是寻常。秋叶落幕，等你我。我想要的都在这里。冬雪过后是暖阳，春花无惧，惊喜中，爱在生长。夏风间隙，烈日灼，直到是寻常。秋叶落幕，等你我写下新的篇章。冬雪过后是暖阳，昨日步履在脚下，跌跌撞撞，今宵之梦在指尖，缓缓的流淌。明天的路，任你我，共赴岁月悠长。今夜并肩向远方。看谁来了？元英姐姐，帮我拼这个。好了。十一呀，要想搭好这个呢，首先你得先了解榫卯的构造。你看，这个突出的部分叫榫或者叫榫头，凹进去的部分呢叫卯或者卯眼。你看。他这么小，哪知道榫卯结构啊？我看你呀，就是当先生当惯了，这么小个小孩也不放过。寓教于乐要从孩子抓起，一刻也不能懈怠。来，十一，你试试。再来试试这个。十一，你来拼拼这个。你们几个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都不带我？怎么没有带你啦？明明就有。元英郡主来了府上之后，你都不带我玩了。而且现在我们开了府，我也不用到宫里去上学了，我就天天一个人待在我的房间，真的很无聊啊！你们还笑我？好了好了，下次我们做什么都带着你，好不好？你说的，来吧。这个我也会。教过你一遍了，你怎么还不会呀？你才笨呢，你现在还不如我呢。怎么忘记了？
少主啊，少主，侧夫人叫您去陪11少主玩呢，这都想您了。这是上面的。你还没写完呢？那我告诉他们，小点声。哎，算了，家嘛，热闹一些挺好。自打侧夫人嫁进来之后啊，咱这家确实热闹多了。我看您也比从前高兴了呢。